聚了，红尘纷乱，淘尽英雄汉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艰严啊。真应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皆真章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人生那路遥长。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刘猴儿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刘猴儿，我只不过点了他的穴道啊！你为什么点他的穴道呢？六猴，他要念紫霞秘籍给我听，我阻止不了，只好点他的穴道了。那秘籍呢？秘籍？啊？哎，我走的时候秘籍是放在这儿的。你勾结天波光，偷走本门的秘籍。师傅，我没有。你简直欺师灭祖！爹，要是大师哥和别人串谋拿走秘籍，他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了。师傅，我真的没有杀六师弟，我也没有拿走秘籍。师傅如果不相信，我愿意死在师傅的掌下。秘籍是我偷的，你要杀就杀我吧。师傅，爹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偷秘籍，秘籍就不会不见了，刘猴也不会死。你要惩罚，就惩罚女儿吧。师傅。这一切因我而起，跟小师妹无关。你要杀就杀我吧。爹，无凭无据，也不能断定是你杀了陆大友，拿走秘籍。待我查明真相，再做处置。这件事千万不能张扬。我们葬了陆大友之后，再下山。大师哥。六猴，我曾经吩咐你，我死了之后，在我坟前祭上一坛9制红高粱。想不到，你先我而去。你叫大师哥不要死的，你怎么却先死了呢？你捧着秘籍，念着仙法，你要我练功。我不练就算了，可我为什么要点你的穴道？大师哥，你也不要自责了，其实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不偷秘籍，刘猴也不会死得不明不白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我就抓一只苍蝇蚊子放到你的被子里去，那不就得了吗？是你说的啊！我现在就要大象和老虎。师父师娘，就让我留下来照顾大师兄好了。来，你好好躺下来。哎，过几个时辰，穴道会自行解开的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！我令狐冲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。今天因为紫霞秘籍，害了六师弟，对不起师父。刘猴儿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佑我们，早日把秘籍找回来的。找回了秘籍，
我一定带10坛红高粱来和六猴儿共醉。大师哥，你一定要练好紫霞神功，把伤治好，不可以辜负六猴儿的一片苦心。小师妹，你跟师傅下山吧。你不跟我们一块儿走啊？师傅没叫我走，何况我身上有伤，我也不想拖累大家。爹说过的，葬了六猴儿，我们就一块儿下山，也包括你。况且你的伤势已经好很多了，可以随意走动，不会拖累大家的。再说，如果你留在华山的话，六猴儿反而会不高兴。下山吧，我们还要把秘籍找回来。到里面去，我再用紫霞神功帮你疗伤。是师傅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哥，怎么会又多了2道真气？是不戒大师6道旁门真气，加上2道深厚功力，弟子好不了了。师傅，别再花费功夫了。师兄，他的确没练过紫霞神功。我还死不了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一副给我送终的样子啊！早知道会弄成这样，我就不去偷秘籍了。不关你的事，都是我出的主意。走，去哪儿？去买酒。大师哥要喝酒。掌柜的，还有1斤的红烧肥肉。啊，你坐会等一等啊。大师哥除了爱喝酒，也爱吃红烧肥猪肉的。哎，客官，楼上请。哎，你干嘛？快逃！师姐，快！不自量力！差点儿！山儿，差点儿！山儿，平儿！山儿，林师弟，小师妹，差点儿！平儿！小师妹，师弟，山儿，平儿，快！师妹小心！师妹！师妹！
师傅，师傅，暗箭伤人，卑鄙！暗箭伤人的是你的好女儿、好徒弟，你技不如人，只是小辈来暗算。胡说！不关我爹的事。岳不群，你号称君子剑，却是个伪君子。风不平，热心上华山挑战，护住我女儿和徒弟，无非是要当华山的掌门。我现在正要上嵩山界做盟主。做盟主，早就让我当华山掌门了。你们气宗是敌不过我们剑宗的，你让位吧。爹，小心！你住手！嘿，看我这招吧！哎呦！师傅，哎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这样的剑法，连岳不群也不如你。告诉我，到底是哪位高人所授，让我风不平输得心服口服？师傅，我师傅念你是出自华山一脉，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居然出手狠毒，今天饶你不死，滚吧！为剑中之长，居然败给气宗一个无名小卒，实在没有颜脸在江湖上行走了。岳不群，华山的掌门早就该让位给这个徒弟了。走。大师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师兄。谁？是我。师妹，你还没睡？你在琢磨着冲儿的剑招？是。冲儿的招式奇妙，每一招都出人意表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怎么敌人出剑的时候，他这么快就可以应招？对，今年冲儿每一招好像都抢在前头，风不平只能守，无法攻。他究竟使的是什么剑法？从什么地方学的？冲儿生性聪明，过目不忘，说不定他见过什么高人的剑招，自己摸索着学的。你现在不也在琢磨着他的剑招吗？你不觉得有古怪吗？我只怕他正邪不分，胡乱结交朋友。前次交了妖女田伯光6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不戒和尚，而且又学了来历不明的剑法。谁？师傅师娘，是我还以为是师弟们在聊天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本来想睡的，突然想起八师弟晾的衣服还没收，怕夜里下雨，所以出来收衣服。早点睡吧。谢谢师傅关心，师傅师娘，你们也早点歇息吧。嗯。
福建啊，到处是茶园，最出名的就是铁观音、大红袍，铁罗汉。当然是真的了。如果啊，你到福建去，你就会看见到处都遍布着绿油油的茶园。冲儿，人们都喜欢这梨子很甜，吃一个吧。谢谢师娘。拿一个给莎娜，她也喜欢吃。一早起来挺清香的。家乡里的人啊，一日三餐都离不了喝茶的，所以啊，我说啊，你应当到福建去一趟了。哎，小师妹，来，大师哥，小师弟的家乡有一种茶叫铁观音呢。如果你们到福建来啊，一定要品尝铁观音。福建有这么好的梨子吗？那倒没有。哎，那我分一半给你呀。不行，吃梨子是不能分的，分离不是好的兆头。哦，那这梨子我吃了。哎，大师哥，你手上那个给小师弟吧。你吃吧。你不吃了？你们两个吃，我不吃了啊。哎，福建还有什么？可多了，你说还有好多吸引人的地方。大家收拾好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师傅，我们不上嵩山了，回华山。不是吧，爹？我们下了山走了这么多路，又要回华山呢。风不平不来抢我们华山掌门的位子，我们就不必上嵩山去见左盟主，当然是回华山了。哎，爹，反正都已经下山了，不如我们到小师弟的家乡福建看一看，那里山明水秀，还有茶园，很漂亮的。去福建？去福建是远了点儿。师傅，不如到洛阳去吧。我外公就住在洛阳，我外公家里啊有上好的美酒，珍贵的药材。洛阳那里还有很好的大夫，说不定可以治好大师兄的伤呢。好啊，好啊，洛阳是京城所在，一定很繁华的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大开眼界。而大师哥呢，可以去疗伤，小师弟可以去见见他的外公了。师兄，那我们就到洛阳走一趟，说不定真的能够把冲儿的伤给治好。也好。平儿，你外公王元霸号称金刀无敌，我早就想拜会他。师傅师娘，我看我这个伤恐怕很难治好，不如你们去洛阳，我一个人回华山好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回华山。是啊，大师兄，我们就一块上路吧。是啊，大师兄就一起去吧，沿途再遇到麻烦，有你在总是比较好的。师傅，您说是吗？大师弟，哇，又是你！对呀，是我啊。你以为你离开华山，我就找不到你呀？你去过华山？奇怪，怎么华山一个弟子都没有？全都下山了，干什么啊？一定是你拿的，对不对？拿了什么？一定是你们拿了我师傅的紫霞秘籍。什么紫霞秘籍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告诉你，我这次来呢是要传话的。哎，来呀！我们圣姑呢想约你去群玉院见他。讲了半天，你们是想拿琴谱啊？嘿嘿。喂，别乱动我的东西啊！喂，你停手！我告诉你，去跟你家小姐讲，我不会把琴谱给她的。好啊，如果你敢不给的话，那我们圣哥就再抓你的小师妹，在她身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来啊！冬儿，你在干嘛？我要跟你师傅见见面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你在和什么人说话？没有啊，师傅。我好像听到声音。是这样的，刚刚呢，我身上那8道真气乱窜了起来，哇，一时觉得难受，所以我就叫了几声。你房里什么味道？师傅，是这样的，刚才小二拿了些南方檀香来兜卖，所以有股味儿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又和那些邪魔歪道的人往来？师傅，弟子不敢。你结交邪魔歪道，才会身受重伤，饱受折磨。再不悔改，我就要赶你出师门。弟子从小无父无母，是师父跟师娘一手把我带大的，我绝对不会做出有辱师门的事情。那你最好好自为之。是。
你怎么还没走啊你？你都还没答应我。你要我答应你什么？哎，如果你不答应我呢，我就告诉你师傅，说你跟我在一起，然后喊师傅。哦，我去啊！很好。令狐冲，我好声好气的叫你把《笑傲江湖》交出来，你竟然不识抬举！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哦。我本来是把琴谱交给你了，哎呀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现在又来跟我讨。哎，上回是你使诈耍赖骗我们圣姑的，现在我要你老老实实的把琴谱交出来。这琴谱是刘正风和曲阳2位老前辈留下来的遗物，我怎么能随便交给你们呢？嗯？怎么？那2位前辈说过要把《笑傲江湖》送给你？没说过。哼，那你怎么可以占为己有？这2位老前辈是没有说过要把琴谱交给我，可是他们要我交给知音人，可不是你们哦。你哈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肯给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是不给，你们要怎么样呢？啊！哎呦！怎么你身上的脉搏这么乱呢？哎呀！而且还有8道真气在他身上乱窜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肯把琴谱交出来，我们圣姑就能化解你身上的真气，替你疗伤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啊烂命一条。你要拿去，这琴谱免谈。哈，名门正派就是名门正派啊，好正气啊！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把琴谱交出来？既然你不肯把琴谱交出来，好，那我就去华山把所有的人都给毒死。吼吼吼！谁怕谁呀？啊，你试试看，要是你敢这么做的话，我就把琴谱给毁了。哦，那好啊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盟主，林平之败在华山门下已经有一段时日，你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打听到辟邪剑谱的下落呢？弟子打探过了，可是林平之坚称林家没有辟邪剑谱。废话！林家祖先林远图72路辟邪剑法威震武林天下第一，怎么会没有剑谱？你是被那个小子骗了！你再回去给我好好的盯着他。是盟主。盟主，弟子觉得林平之虽然有古怪，可是令狐冲比他更古怪。他最近学了一套剑法，居然可以打败程无忧跟风不平。而且弟子觉得他的剑法不像是华山剑法。莫非就是失传已久的辟邪剑法？还是岳不群刚刚失去的华山之宝紫霞秘籍？盟主，是不是辟邪剑法，弟子并不清楚。不过岳不群已经对令狐冲起了疑心，他怀疑紫霞秘籍是他偷走了。好，现在他们师徒不和，这是个大好消息。最好华山内乱，我们嵩山派就能趁机一举歼灭他们。好，别吃！哎，不能吃啊！哎，别吃啊！哎，有毒啊！饭菜里有毒！你干什么？师傅，这饭菜里有毒啊！没事，我噎着了，没事。大师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胡闹！饭菜怎么会有毒？胡说八道！师傅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我弄错了。先别走。我问你，今天你去了哪儿？见过什么人？弟子刚去了河边。你撒谎！跟我来。
好了，吃饭吧。说，你跟什么人在一起，做了些什么？师傅，我去了河边，一个人去了群玉院。我是先去河边，然后再去群玉院。你去群玉院干什么？师傅，我是见我教中人。师傅，我到秦玉院见一个姑娘。秦玉院的姑娘娇柔动人，温柔体贴，真是不像话。哎，师妹，师姐，你下流，走开啊！师姐，给我出去！谢谢师傅。师姐，别再生气了。怎么能不生气啊？以前的大师哥爱玩爱闹爱喝酒，但是他不会做坏事的。他会叫其他师兄学习练剑，爹娘也疼他，其他师兄也敬爱他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现在竟然……也许他是心烦，所以才会去群玉院的。借口啊！青城派弟子说他去嫖妓，我不信，娘也替他说好话。可是现在是他亲口承认的，好酒又好色。谁好酒好色的啊？哎，大师兄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到群玉院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大师兄，别再喝了，好不好？啊？不，我不喝，喝一口。哎，不，大师兄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多可惜呀！这是最好的红高粱酒啊，你这样糟蹋了。哎呀，大师兄啊，你身体有伤，别再喝了。还有，别去找姑娘了，师姐她不开心，师父师娘也很难过的。搞了老半天，你们真的以为我是去啊？你去找群玉院的姑娘喝酒吧。师姐，大师兄，师姐气过了就会没事的。小师妹她不会再理我的。李师弟，好好的照顾小师妹啊。大师兄，你别再喝了，好好照顾小师妹，别惹她生气了啊。大师哥不知道能活多久的，喝醉了痛快。哈哈哈。师傅见到我就板着脸，我是走慢一点，他没看见我，可能脸色会好看一点吧。又是你们啊，桃谷六仙！我就是还记得我们呢？我当然记得了，6个人长得怪模怪样的。怪吗？你长得更怪了。啊，拜托你们好不好？不要烦我，我已经够烦了。哎呀，什么事？为什么烦呢？烦什么呀？哎，是不是为了2个女人烦呢？哎，我知道。哎，来，他们一个是圣姑，一个是蓝凤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你们是来帮我的？是啊，我们说过不能让你烦呐。对呀，你们不帮我，我就不烦了。哎，那你就说错了。如果我们不帮你啊，你肯定要烦的。你说来听听吧，为什么烦呢？说来听听。为了什么事情烦呢？林福州，告诉我们哎，说呀，林福州。我师父师娘不理我，小师妹又生我的气，师弟们以为我真的到群玉院找姑娘去了。这真的很烦呐！哎，不行啊，你烦，我们啊都得跟着你烦。哎，是啊，不能让你烦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来，就这样决定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们要帮你解决烦恼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要是你死了就不烦了。
那些华山派弟子一定是吃饱撑的，一下子去嵩山，一下子去洛阳，害得我们呐跟着他们团团转。岳不群一点都不体恤徒弟，明知道令狐冲有伤，还让他长途跋涉。对呀，他不心疼，我们圣姑可惜，心里挂念的辛苦。我看我们这样子不是办法，一定要令狐冲干脆利落的把琴谱交出来。对，要是他不交，就把他的小师妹、师傅、师娘全都给抓起来，好不好？不用这么麻烦的，干脆在岳不群的面前叫令狐冲把琴谱交出来。好，那令狐冲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就是岳不群。岳不群号称君子剑，哎，他一定不会包庇徒弟不把琴谱交出来的。哎，来了！怎么了？他死了！为什么会死的？我们问他，他不说。谁杀死他的？我们不知道啊。他没说。是啊，他没有说。让开！这撒野！哎呦！圣姑，他伤重身亡了。笑傲江湖琴谱。哎呦，有人舍不得令狐冲啊！舍不得令狐冲啊！你们胡说些什么？他身上怎么没有琴谱呢？琴谱？是什么琴谱？是你们拿了琴谱？什么是琴谱？对呀，什么琴谱啊？我没看见琴谱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喂，你们几个真的不知道琴谱在哪儿？真的不知道啊，看都没看过。不可能不在他身上，可能交了给别人。你们在烧些什么？他都已经死了，就把东西烧回给他。什么？你们烧掉他所有的东西？是他的。喂，你们怎么可以把琴谱烧掉啊？什么琴谱？哎呀，要啊！来，给他。这个令狐冲啊，真是该死。不过不应该那么早死，害我们圣姑牵肠挂肚哦。我是说，你在想着《笑傲江湖》的琴谱。哎，这个呢是百年红高粱，我相信啊，令狐冲一定会喜欢。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令狐冲，你我相识一场，我祭酒一回，聊表心意。他真的死了！是谁下的药啊？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。哎呀，别吵了，令狐冲死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真烦呐！大师兄，有人来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。师娘，
师傅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们见到大师兄的时候，他已经不会动了。是啊，气脉已断。大师兄，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快用紫霞神功先吊住他一口气啊！爹，没用了。大师哥真的没得救了吗？师傅，大师兄虽然天性不羁，行事鲁莽，可是不能让他。你们师兄弟情深，我很明白，但这是救不了。大师哥，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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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姐，师姐，你歇一会儿吧，师姐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抓到萤火虫给大师哥。萤火虫要天热才会出来的，像现在这种天气，萤火虫是不会出来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天气呢？师姐，不如我们到市集去买些祭品给大师兄吧。我5、6岁的时候，大师哥曾经捉萤火虫送给我。那个时候他告诉我，他除了爱喝酒，就是喜欢萤火虫了。那我们去多买些酒回来吧。二师兄他们已经买了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大师哥捉一些萤火虫回去。师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见到萤火虫了。在哪儿啊？我见到一顶光飞过。大师哥说过的，那是萤火虫的探子，之后一大群的萤火虫就会出现的。是真的吗？是大师哥把萤火虫找来了。小师弟，快抓！师姐，大师哥每次一伸手就能抓一把的。然后他把萤火虫放在纱布里头，挂在我的床头。小师弟，快帮我抓啊！大师哥说过的，他们会一大群的飞来，也会一大群的飞走的。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不要走啊！师姐，我一定要抓到萤火虫，我一定会抓到萤火虫的。师姐，师姐，大师哥，大师哥，你起来！大师哥，大师哥，你起来嘛！我不再生气了，我也不再骂你了。你给我的话，我会好好的照顾的。大师哥，你起来好不好？我要你抓萤火虫给我，放在纱布里，挂在我的床头的。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大师哥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说过会化为萤火虫，飞回来找我的。大师哥，到底是不是你啊，大师哥？可是这当中，哪一只才是你呢？大师兄，这些酒你带着上路吧。你最爱的酒炙红高粱，在路上慢慢喝吧。冲儿，黄泉路上，你要走好。虫儿，没想到会是我们先送你走。德诺，是师傅。
前。大师哥，你是华山派的岳不群？在下正是。请问两位是哪一路的朋友？我们听说华山派得了福威镖局的辟邪剑谱，想借来看看。岳不群，林明之带着辟邪剑谱拜你为师，你剑术高妙，独步武林，当然看不上辟邪剑谱，不如拿给我们这些无名小卒见识见识。两位看来不像是无名小卒，何不以真面目相见？再说岳某从不说谎，林家辟邪剑谱根本不在我们这儿。不在你这儿，在哪儿？你这话又问的实在太奇怪了，我们怎会知道林家剑谱在哪里呢？岳夫人，你们千方百计留住林平之，不就是为了得到辟邪剑谱吗？看来非要我们动手不可了。师兄，师傅，岳不群，你的剑法的确高妙，但是还是对付不了我们8个人。卑鄙！对付你不能不用卑鄙的手法。我们跟你无怨无仇，只不过想借辟邪剑谱，你就拿出来吧。岳不群，你再不交出剑谱，我就杀了他们！喂，你们别乱来啊！慢着，我就是林平之，别为难我师傅。啊？哦，他是林平之。哼！啊！你就是林平之，快把剑谱拿出来！我们林家根本就没有辟邪剑谱，这跟华山派没有关系，一切由我来承担好了。小师弟，林平之，你的确够义气，可是岳不群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跟着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你还是跟我们走吧。我师父是正人君子，既然我已拜在他门下，我绝不会贪生怕死的跟你们走。林公子，岳不群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年轻不懂事，千万别上他的当。正好，你们休想破坏我的名声。岳不群，要破坏你的名声还不容易。岳夫人跟岳小姐相貌动人，做我们8个人的老婆啊！来，喂，你们干嘛？喂，你们住手！不来！卑鄙、下流、无耻！住口！别碰他们！你是谁呀？你是谁？你们别吵了！在下是华山岳掌门的大弟子令狐冲。岳不群的剑法不如你，岳不群，你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徒弟的。令狐冲，我们会记住你的，这笔账我们一定会算的。走走。灵狐大侠，那么过来帮我解穴。